饥饿的乔盯上了一条刺瑶，这家伙的身上有根毒刺，乔不敢伸手去抓，只能扔出小刀，奈何刺瑶会神走位，连毛都没碰到。一旁观摩许久的马特立马加入，两人一左一右，击杀刺瑶势在必得。在经过几回合的你追我赶后，马特找准时机直击刺瑶的要害，连续挨饿好几顿，这下两人终于可以开荤了。此次自然之子马特和退役特种兵乔将面对最糟糕的情形，他们被困在大西洋上，放眼望去没有一片陆地，海底还有几条大鲨鱼准备围攻他们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把散落在海面的物资搜集起来，但看到大鲨鱼在自己脚下虎视眈眈，乔和马特被吓得赶紧爬回救生艇。礁鲨和牛鲨是海洋食物链的统治者，每一口的咬合力可以达到600公斤。像乔和马特这样的小朋友，他们一口一个嘎嘣脆，两人马上改变主意，不下水了，而是划过去慢慢搜集物资。可刚撑3下，这廉价的塑料船桨就断了，出师不利让马特破口大骂。但幸好物资还不错，不仅有一支可以正常使用的照明弹，还有2包120毫升的饮用水，哥俩二话不说马上干光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脱水死翘翘，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想着分配这区120毫升淡水。而且坐在救生艇里在海上漂流，脑子里就算有再多求生技巧也没用，就算是贝爷来了也只能向老天爷祈祷自己运气好点，不想被毒辣的太阳炙烤。两人赶紧拆下铁架上的雨布当做遮阳伞，回头时看见了海鸥，这小家伙嘴里叼着的食物让他们嘴角顿时流下羡慕的泪水。不过这也是个好迹象，说明海鸥正飞往某个陆地去给幼鸟喂食。为了保存体力，乔和马特撑起遮阳伞，然后放弃划桨，让救生艇随波漂流。大西洋里有着很强的洋流系统，可以将漂浮的筏子带向岛屿或者推向海洋的更深处，所以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这股洋流能把他们带向小岛。漂流了3个小时后，马特惊奇地发现了一片陆地阴影，但现在他们的方位有点偏左，只能重拾廉价的塑料船桨开始拼命。可他们越往前划，船就越往后退。马特意识到是稳定救生艇的沙袋产生了阻力，沙袋原本的作用是让水手稳定在海面等待救援，他们现在是要主动求生，所以二话不说就割断了沙袋，返回救生筏上，又用木棍制作了一个简易方向舵，随即俩人便卯足劲向前划去，很快就顺利来到岛屿附近。乔觉得这里太凹凸不平了，而且一眼望去都是些锋利的岩石。正当他觉得事情不妙时，救生艇突然撞到珊瑚，直接报废。乔和马特被弄得措手不及，只能抓紧上岸。然而他们费了大力气来到这里，最后发现还不如飘回去待在海上，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数不尽的古老珊瑚碎片，想要在这里过上幸福的生活根本不可能。不过好在对面有个岛屿，马特猜想那里应该有淡水和食物，幸运点还能遇到人类。但糟糕的是，两人的救生筏已经不能用了，小腿还被珊瑚划伤。乔预估两岛之间的距离是 1.6 公里，如果他们拖着流血的腿游过去，就等同于给鲨鱼摇铃告诉他们该开饭了。一时间乔和马特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最终还是决定冒险试一试。等收拾好所有物资，两人迈着激动的步伐下了水。然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这行走的美食很快就把鲨鱼吸引过来。乔深吸一口气，眼疾手快，直接对准鲨鱼的脑袋来了一击。趁着鲨鱼逃跑的空隙，两人加快速度游上了岛屿。在远处，乔发现了一缕黑烟，马特断定那是人为的，殊不知结果会令他们大吃一惊。乔和马特开心地朝烟雾升起的方向前进，在丛林里不知穿行了多久，发现了一个泻湖。经过尝试，含盐量简直和海水一模一样。眼看天色已晚，两人打算先在这里搭建一个庇护所，然后再找点吃的美滋滋过一晚。马特在空地上找到了2座草堆，然后经过简单的改造做成框架，顶端铺上防雨布，地上再铺上一些干燥的野草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挡雨保温的温馨庇护所。乔在丛林里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菜棕，这东西吃起来不仅水分多，还是很不错的碳水化合物。品尝了一下后，当即就决定打包一些带回去和马特一起分享。两人坐在庇护所里，美滋滋地享用起了野生菜棕。吃饱喝足后，乔脱下了鞋子。如果此时自己的好兄弟马特能给自己来个足底按摩，就再好不过了。马特连忙摇摇头表示拒绝。第二天清晨，两人继续朝着黑烟的方向前进。穿越了烦人的丛林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处浅滩，只要在涨潮前就可以很轻松地穿过。但眼尖的马特并不想空手从这里离开。次瑶在世界各地温暖的浅海区域都能找到，他们和鲨鱼是近亲，在水中的时速可以达到将近50公里。乔用小刀投掷过去，可惜他的飞刀技术有点拉胯，回去还得好好练练。两人一合计，想要捕获次瑶必须做根长矛。很快马特便砍下一根树枝，再绑上小刀，就做成了一把简易长矛。乔和马特一左一右，配合得十分默契，仅仅1个回合便拿下了可爱的次瑶。不过次瑶的尾巴含有剧毒，一旦被刺到后果不堪设想，因此谨慎的哥俩一人踩住尾巴，一人快速割掉。收获了满满的蛋白质后，马特并没有急着起锅烧油，而是干净利落的把可食用部分切割下来打包带走。继续向前走了好几公里，两人已经离黑烟很近了，但现在遇到的难题是找不到可以绕过眼前这片水域的路，所以最糟糕的情况又来了，他们必须游过去享受和鲨鱼共舞的美妙时刻。乔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一个绝妙计划，只要割下一点次瑶的肉扔到下游，
水流就能把肉带走，吸引鲨鱼远离它们。然而祸不单行，刚游到一半就迅速变天。现在大雨滂沱，水流变得湍急，导致水底全是淤泥，什么都看不清。要是鲨鱼玩阴的悄悄游过来，起步马上就成为鲨鱼老大的美食。好在老天保佑，这种要命的情况没有出现。但大雨把火浇灭，看不到烟雾。乔根据之前的方位判断，生火的地方肯定在前面的那片树林里，所以现在可以趁大雨搜集一些淡水。在补充完水分后，乔和马特继续上路，顺着淡淡的烟火味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昨天冒烟的地方。结果老天却和两人开了场玩笑，生火不是人为，而是雷击造成的。树林里有很多易燃的松针，闪电落到地上引燃它们，然后顺便把灌木烧掉。被这该死的自然灾害欺骗，走了那么远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。乐天派的马特安慰乔，这些木头的温度还很高，可以把鱼肉放在上面烤熟，每餐一顿。说干就干，通过山风可以让火苗死灰复燃。接着用树枝制作一个简易的烤架，最后拿出鱼肉放在上面炙烤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马特手舞足蹈地跳起了舞。没过多久，烤鱼的香味传遍小岛，这是他们这几天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味道有点像经过蘑菇调味的鱼肉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二人迅速将刺瑶吃干抹净，饱餐一顿后没有停留，穿过丛林来到了海滩上。这里视野开阔，很适合发送信号求救。搜集了大量干枯的针叶放到海滩上，按照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堆放出3堆篝火。为了在燃烧时可以释放滚滚浓烟，表面还要铺上一层绿叶。由于不清楚什么时候会获救，得做好持久战的准备。乔利用油布和塑料盒制作了一个雨水收集装置，马特则是用剩下的布料搭配着木棍和绳索，做出了2张吊床。正当他忙得不亦乐乎时，好运降临，远远的看到有一艘船在海面行驶。马特激动地拉开照明弹，点燃针叶，然后使劲挥舞并大声求救。最终滚滚浓烟成功吸引了对方的注意。乔和马特的大西洋之旅到此结束。